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这期话题呢，我们说的是中美在台海玩谁先扎眼的游戏吗？那就看看谁先坚持不住吧。美国的亚洲时报报道说，佩洛西参访台湾之后啊，中美关系继续往下坠落。现在呢，又在印太地区的中心地带展开了一场谁先扎眼的游戏。实际上呢，台海附近呢没有什么谁先害怕的游戏，是吧？因为在这一片海域空域啊，没有美军的舰队啊，也没有美军的战斗群呢，没有美国空军的巡逻警戒飞机，也没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所谓滨海战斗团公开出现在第一岛链上啊。美国确实组织几个盟国搞了一场军事演习，总兵力呢达到5000多人，但是演习的地点呢远在印度尼西亚，距离台海还有2000多公里呢。也就是说，在今天的台海目前呢并不存在什么军事对峙，只有解放军在一边倒的威慑台独势力。在佩洛西访问之前呢，美国是一度向台海东侧部署了4个战斗群呢，其中以里根号航母战斗群的实力最强。但是到了8月18号左右，根据美国海军研究所发布的战舰位置信息，里根号已经一路跑回了黑西霍基地，留在台海附近的呢只剩下2栖攻击舰迪利波里号。所以呢，如果真的有什么谁先扎眼的游戏的话，那美军是不是已经认输了呢？当然，美国政府是不会认输的。美国总统的印度太平洋特使库尔特·坎贝尔就表示，在未来的几天内就要宣布一个雄心勃勃的贸易谈判路线图，美国将致力于扩大与台湾地区的战略接触。美国媒体把这种做法描述成2个超级大国都加大了赌注，在印度洋太平洋的中心地带展开了一场胆量游戏。先呢不说这场游戏的走向如何吧，那东南亚国家首先已经感到不安了。如果中美因为台湾问题发生冲突，那么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活动呢肯定会受到影响，甚至是遭到破坏。中国是一个底蕴深厚的大国啊，对战争的承受能力是远远超过绝大多数国家。而东南亚国家就不同了，国际局势有任何一点风吹草动就会影响他们的生计。新加坡的副总理黄循财就警告，如果2个超级强国继续按照目前的这个轨迹发展下去，可能会梦游般的陷入冲突。中国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我们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不会害怕付出任何代价的。美国政府会不会梦游呢？这倒是个合理的担心，毕竟拜登曾经被特朗普讽刺为瞌睡乔。其实拜登在多数时候他也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自己在做什么。但是现在的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重重矛盾，以及美国头面政治人物的低下的水平，确实让这个超级大国经常做出梦游一般的举动。在佩洛西参访之后，一个叫马基的美国参议员又率团前往台湾参访。他在当地声称呢，美国在道义上有义务尽一切努力防止不必要的冲突。那么他打算如何来防止冲突呢？动用他的参议员的权利，要求美国海军进入台湾海峡，充当台独的屏障吗？这位马基接着说，根据与台湾关系法，美国必须继续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社会，帮助台湾抵御对岸胁迫，继续共同努力，避免台湾海峡发生冲突和误判。言下之意呢，还是美国惹事儿，由台湾来当局来扛。至于美国要不要出兵呢，他提都不提。当然了，一个议员嘛，这种问题提了他也白提，他不是决定者。过去美国的议员往往比较敢于对华挑衅，因为呢他们说了可以不负责任，那大嘴一张随便说了。但这一次美国议员说话小心多了。什么原因呢？美国的2家著名的咨询机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和新美国安全中心都做了大规模的常规战争的模拟推演，结果表明，中美要是围绕台海发生冲突，解放军就算是只动用东部战区的力量，就可以摧毁美国的2艘航空母舰、20艘军舰和500架飞机，击毙数千美军。新美国安全中心还研究了核战争的可能性，那后果当然是更可怕了。所以呢，在台湾问题上已经没有什么谁先扎眼的游戏了，美国兵已经逃跑了。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